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现实中，很多人正经历着病痛折磨，运势不顺，灾障连连。其实，这些往往与冤亲债主等隐性众生有关。同时，祖先不安，子孙亦难顺遂。有的祖先在轨道过得不好，或被鬼神欺压，饥寒交迫，会来障碍子孙，甚至令子孙生病，事业婚姻不成。严重的还与其他大鬼有誓约，将子孙做赌注，或者卖给其他鬼魅，导致子孙重病甚至离世。另外就是杀业等问题，那些从事肉类餐饮行业的人，到后面往往患怪病、绝症，或者横祸飞来，或者香火断绝。为何这么快就有现世报呢？这些都和那些被杀众生的讨报有关，他们怨气极重，气势汹汹地前来讨报，做这个行业的人和家人自然容易被报复。针对这几种情况，我们该如何结局呢？唯有超度一法。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聊超度这件事。那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超度的法门非常多，显宗密宗各有不同的超度之法。在密宗有很多极具超度功德的陀罗尼咒语，如佛顶尊胜陀罗尼、宝切印陀罗尼等等。在显宗常见的具有超度功效的，自然是地藏经、金刚经、法华经等大乘经典。不过无论是密宗还是显宗，在超度方面，如果有具德上师或者成就者修法超度，自然效果更好，但也不意味着凡夫就不能超度。根据古代的诸多记载，很多凡人也能以至诚心诵经回向亡亲，将亲人超度到了天上，甚至是净土。据古代的《金刚经·持验录》载，明朝万历年间，同乡有一位吴君平，童年时极为孝顺，但父母很早就去世。他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，借读暂住于灵隐寺的陶光坊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每当他念及亲恩难报，哀叹无法承欢膝下，不禁黯然泪下，有时更痛哭不已，流露出一片纯真的孝心天性。有一次，君平正为此掉泪时，一位和尚见状，告诉他说，为人子者若要报答亲恩，以写佛经的功德最大。君平闻言有醒，遂发心茹素49天，刺血写一卷《金刚经》。当他决定刺血写经的消息传出后，远近的僧俗都前来聚集观看。君平在两臂及胸前一共刺了11刀，用身上的鲜血来写经。写完后，大家无不赞叹。一位和尚说，先生这份诚心苦行必能感动诸佛菩萨，以此殊胜的功德来报答双亲的恩情，比你用功名来耀祖扬宗更要胜过1000万倍。后有人指出补阙真言尚未书写，君平又在胸前刺了1刀，写完了补阙真言。当天晚上，君平梦见父母站立于云端，告诉他说，你刺血写经的孝心不仅感动佛天，我们已仗持经历往生净土，而且你命中本来注定无子，佛已派遣一位善童子来继承你的子嗣。那年，君平的妻子果然生下一位男孩，如果用荤腥之物喂他，马上就闭口不食。君平见状醒悟，立下誓愿，要终身茹素，并持诵《金刚经》。吴君平为人至孝，为超度亡亲斋戒49天，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，竟在两臂及胸前用刀刺血抄经，一共刺了12刀。以此结成之力，功德浩大，感革了佛菩萨和诸天，将父母超度去了净土。吴孝子当时刺血写经的那个至诚心所产生的功德，自然是远胜于常人晃晃悠悠的念诵。顾英光大师曾说过，佛法从恭敬中求，1分恭敬得1分利益，10分恭敬得10分利益。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公法师超度树神的故事。日本的释道公法师居住在天王寺，持诵法华经已有多年。法师曾到熊野结下安居，夏天结束返回本寺时，路过一座村庄的空宅，他就在旁边的大树下过夜。到了半夜，有30多个骑马的人来到树下，其中一个人呼唤道，老头在不在？有声音回复，在。又问为何不前去？回答，马蹄有损伤不能骑，我年龄衰老又无法徒步前往。
这些骑马的人听后匆匆离去。第二天，道公法师觉得奇怪，就探查这棵大树，发现树下有个小神龛，龛中神像已经衰朽破损，向前有一片木板，上面画着一只马，但是在马的前脚之处，木板已破裂。法师就用丝线将开裂的木板系紧，想测试老翁的话是不是真的。晚上他再次是在树下，半夜时，昨夜的那30余个人又骑马赶来，同样呼唤老翁，老人就骑着马跟着那群人离去了。等快天亮时，老人才骑马回来，对道公法师致谢说：“我非常幸运，承蒙师父医治马脚。”说完拿出珍馐美食报答法师。法师说：“那些骑马的人是谁？”老人说：“他们是行医的瘟神，在巡查和管理范围内，让我作为先锋走在最前面，任由他们议事。如果我不出来，就必定受到他们的鞭打和斥骂。现在蒙师父慈悲惠赐相助，我不胜感激。现在还有一件事，祈请师父能同意。”道公法师问：“什么事？”老人说：“我现在这个老身是等级最低的卑微神灵，经常受其他神的驱役和责罚鞭打，受的苦说也说不完。祈请师父您在这树下为我念诵《妙法莲华经》3天3夜，转我的猎豹身为净妙身。”道公法师怜悯这位树神的悲苦遭遇，就在大树下连续3天3夜诵法华经。第4天，树神出来对法师顶礼说：“我凭仗师父的慈力，得以往生补陀罗迦山，成为观世音菩萨的眷属。愿师父用木柴和野草为船，以承载我的木像，然后让船浮在海面上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。”道公法师按神说的做了，本来海面平静，海波和微风不起，但是这小草舟却自己向南驰行，犹如飞一般。当天夜里，村里的老人们梦见树神成了菩萨，全身金色光明照耀，向南方飞去。道公法师回到本寺后，对众人说起，听闻的人无不嗟叹。上面的2个故事中，我们略作总结。道公法师3天3夜诵法华经，超度树神去了普陀山净土。法师的修持已经诵法华经多年。吴君平斋戒49天，以刀刺血写金刚经，父母得生净土。从中可见，超度往生净土其实不易。像法华经念得快，需4到5个小时才能念完，每天1部，1000部也要3年左右。而如今的人们，特别是一些自称通灵的神通居士、灵修人士，说念几个咒1、2个小时便能完成超度，其大妄语可知矣。除了超度往生净土不易外，想超度众生去往净土，还需有3种因缘中的一种。一、有血缘关系，如子孙做功德超度祖先、父母；二、法缘关系，如上师、师父超度弟子；三、共有财产。当年华智仁波切要超度一家主人去世的母亲时说，要想超度成功，必须与亡者结上缘，而结缘的方式就是接受家主供养他的酸奶。道公法师在超度树神之前，也不是无缘超度，因为那时树神实则已经供养了他美味佳肴。所以如果想在寺院为祖先写牌位，要想有真实的利益，建议要随喜点钱，多少随发心，或者你为寺院付出也行。很多人会觉得佛法里都应该是免费的，这真的好吗？没有付出怎么结缘，哪来获得之缘起？写牌位时，最好是这位祖先的后代来祈请立牌位超度，而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人。有些人看电视新闻，见到哪里有人死了，发心超度，这也不是不可以。如不存在3种因缘关系下的超度，最终的结果是修行者在为自己造功德而已。地藏经中，佛菩萨曾说过，子孙供养僧众，造地藏像来利益去世眷属。为什么子孙来做，而不是佛菩萨自己呢？因为子孙聚缘，有这个血缘关系。看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会想，如果用法华经来超度的话，那么长的法华经对于上班族来说实属不易，该如何是好？虽然法华经内容很长，但是每天可以念1卷，或者念几品，或者固定念某一品，其中几品。要知道，法华经是相当圆满究竟的，我们可以从智者大师的一位弟子的法验中管窥离测。
智早法师听说智者大师悟解超群，就前往天台山向大师学习天台教法。智者大师观察他的根器，就令他去修法华三昧。智早大师修到第14天时，出夜禅坐，忽然见到一只9头龙从地涌出，上升虚空。第2天来请教智者大师，大师说这表示9道众生闻法华经，将来之事破无明，入法性空。什么是9道呢？其实就是地狱法界、恶鬼法界、畜生法界、阿修罗法界、人法界、天法界、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。从地狱到菩萨法界，因闻法华经皆能破无明，入法性空，究竟成佛。诵持法华经还需要掌管其中的书籍、精髓法要，如以3书圣来摄持，通过文思而精研法华意义。其中特别是要以菩提愿力摄持，自然不会出现古代一些人诵经咒，却因对世俗的执着而堕入恶趣。这方面可以体现在诵经前的发愿及诵经后的回向上，而不是随缘念念。如念诵完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之后，可以回向或者发愿，愿自己将来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或者兜率天净土，或者是某个特殊的愿力。除此之外，普贤菩萨还曾说过，若有人受持、读诵、解其意趣，世人命中为千佛受守，并不恐怖，不堕恶趣，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。弥勒菩萨有32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，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，而于众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。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不仅要读诵受持，还要解其意趣，闻思法华经的义理，知道讲什么，并信而修之，这样自然临终千佛接引，或者去兜率天内院。当我们做到了这一步后，那些亡亲也就能够得以往生净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